听说过暗黑共情者吗？暗黑共情者是只能感同身受别人想法和感受的人，但他们是想利用这一点，从别人身上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这可以通过操纵、欺骗，甚至羞辱对方来实现。但如果一个暗黑共情者遇到了另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会发生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1. 感觉像开始了一轮无休止的20个问题游戏。暗黑共情者利用对别人的了解来获得他们想从和别人的关系或友谊中得到的东西，所以获得这些信息的第一步是问问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爱好等等。暗黑共情者能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几乎将剃刀精确地专注于另一个人，以了解是什么让他们入选。他们收集所有的情报并存档，以备不时之需。但当两个暗黑共情者相遇时，很可能会不断地互相问问题，但对向对方透露的信息非常谨慎。他们不想让自己变得脆弱，但确实都想占上风。2. 他们开始玩以牙还牙的游戏。暗黑共情者通常想成为关注的焦点，可以是指出别人做错的每一件小事，永远不希望被排除在外。在不注意的情况下，把别人搞得心情沮丧。所以当暗黑共情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很明显与自己无关的境地时，可能会故意采取行动，造成混乱。如果此时出现了另一个暗黑共情者的影响，他们很可能会报复，升级这种针锋相对的游戏，直到一方放弃。3. 参加遗憾聚会。总能听到他们大声说自己坏话吗？也许无意中听到他们说自己只是不够好或不够聪明。有时他们会对自己过分挑剔，这可能是操纵策略的一部分，或者是让别人感觉糟糕的方式，所以别人会不遗余力地让他们高兴起来。但遇到了第二个暗黑共情者，那就是奥运会级别的遗憾比拼了。4. 强势。暗黑共情者试图操纵他人的一种常见方式是通过交往中的占上风，这是指他们要打破对方的设定，让自己看起来更酷、更赏心悦目、更讨人喜欢。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说自己要加薪了，而暗黑共情者不会祝贺朋友。暗黑共情者可能会说，哦，1周前我就知道要加薪了，我猜你是最后一个拿到的。这个人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更重要、更好，因为他们更早得到了晋升，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5. 事情可能不会以积极的方式结束。当涉及到暗黑共情者时，没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因为他们倾向于只谈论自己和他们想要什么，所以当看到暗黑共情者过招时，他们的有害行为就会加倍，这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感到愚蠢、愤怒或渺小。毕竟暗黑共情者是有一部分自恋的，记住，区别在于自恋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拔得头筹，不会考虑其他人，而暗黑共情者想要成为第一，同时会计算他们如何能够踩着别人来实现这一目标。看完这支影片，有哪一条惊到你吗？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一定要点赞、订阅，并与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